这是一台吉米 H6 Pro 4K 投影，从第一次开机看到它绚丽色彩的兴奋，到观看 HDR 片源时候亮度略有不足的失落，从流畅的系统体验到黑位不是那么理想的惋惜。在使用它的这段时间，我的心情是起起伏伏，不断被它的优点拔高期待，然后又被一些遗憾打回平常心。今天视频我想抛开所有的标称参数，把这段时间我使用 H6 Pro 的真实感受分享给你。H6 Pro 机身是偏暖的深灰色金属质感漆面，从外观很难分辨是金属还是塑料。从触感温度上判断，外围网罩是金属的，其余部分是塑料。造型圆润，线条流畅，做工看起来很精细。相比传统投影机设计的工业感，可以看出吉米是把投影当做一个大众的家用科技产品来设计的。遥控器是银色磨砂铝制主体和黑色哑光塑料结合，腰身比较细，握感圆润，掌控感很好。可惜按键不是背光的。H6 Pro 的接口一字排开，3.5毫米音频接口，2个 HDMI 2.1 接口，2个 USB 接口， DC 电源口和光纤音频接口，其中一个 HDMI 口支持 eARC。 如果你的功放或音响也有 eARC 或者 ARC 接口，那连接这个接口声音效果是最好的。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HDMI 2.1 是新标准下的名称使用，支持 TMDS 协议，不支持 FRL 协议，带宽等同于以前的 HDMI 2.0 的 18Gbps， 不够以 4K 120Hz 的规格来玩游戏。这一点虽然说可惜，但也能理解，毕竟目前这个时间点，支持满带宽 HDMI 2.1 的投影还是几万元起步的。吉米落地支架的做工很好，支撑杆是银色金属材质，底座外壳是米色塑料，里面有配重，可以把电源适配器隐藏进去。底座的支点是空心的硅胶材质，应该是为了减震，降低附近地面震动对投影画面的影响。金属的托盘和投影机接触面是一圈圈的硅胶材质，可以直接拧入投影机底部的接口，避免损伤机身。安装时只需要往上一放，扭动旋钮就可以锁紧，这是我见过最优雅的安装方式。这个支架最棒的部分是这个万向调节的设计，虽然投影可以梯形校正，但我还是倾向于尽可能的从物理层面上手动调节，让投影画面对准幕布，来保证最佳画质和避免梯形校正带来的游戏延迟。这时候支架的升降加万向调节就非常重要了。吊架的材质做工没有落地支架那么好，也无法万向调节，只能俯仰调节，好在相对便宜轻便。H6 Pro 的开机速度非常之快，我是用惯了灯泡光源的投影，每次开机都要先等个几十秒，等待灯泡预热，这一点上感受就像身处两个时代，反差很大。H6 Pro 内置的传感器可以识别幕布，当你的画面完全覆盖屏幕时，它会自动调节画面尺寸和梯形校正，并且自动对焦。当投影位置移动时，它可以实时的校正画面。这对于不爱折腾的用户来说非常方便，我是比较爱折腾的那种，所以更喜欢关闭所有自动画面调节功能，手动的变焦和对焦。变焦是画面的缩放，对焦是让画面达到最清晰的状态。在画面缩放选项中，可以看到变焦环一半是光学对焦，另一半是数码变焦。我们尽可能在光学变焦的范围内调节，让画面无损的缩放。关于手动对焦，我发现了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打开至真 120Hz 选项，投影会从 4K 变成原生 1080p 分辨率，这时候像素格会变大，然后握着遥控器站在投影幕前，按下左右键，一点一点的手动对焦，可以达到每个像素边缘都锐利清晰。再关闭 120Hz 选项，返回 4K 分辨率，就是最清晰状态了。这台投影内置系统的流畅度非常高，滚动界面很流畅，你可以看到内容加载速度也很快。系统流畅度体验是比我用过的几个硬盘播放器更好的。系统内的资源管理器还可以连接到我的 NAS， 播放里面的影片。H6 Pro 并没有网线接口，但它支持 WiFi 6，通过 5G WiFi 连接家里网络的情况下，90%以上都能流畅播放，可以识别字幕、音轨，但个别码率很高的蓝光圆盘文件会出现卡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考虑买一台对蓝光解码能力更强的蓝光机或是硬盘播放器来增强体验。H6 Pro 的图像设置里有一个游戏选项，开启之后图像模式会变得不可手动调节，但是会大幅度的降低游戏延迟。游戏模式里面有基础和极速两个选项可选，
基础会稍微降低游戏延迟，同时支持梯形校正，而极速必须关闭梯形校正，但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小画面处理带来的延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放置投影的时候就尽可能的把它对准投影墙，而不使用梯形校正。主观感受在极致模式下延迟非常的低，操控非常跟手。在 4K 60赫兹投影里，这台属于我用过的玩游戏手感最好的投影之一。我第一次用 H6 Pro 开机是连接 PS5， 当看到主界面的时候，我有被惊艳到的感觉，因为它显示的色彩非常的绚丽。只是看这几个游戏图标就能感受到色彩的纯度跟以往不同，完全不像一台几千元的投影该有的色彩。这种感觉就像我多年前第一次用 OLED 电视看到《荒野大镖客》那一抹红色时那种发现了新大陆的感觉。PS5 以 RGB 色彩显示时，开启投影的原彩选项就能获得这样的感受。H6 Pro 的色彩调节有自然、高色域、原彩3个模式，应该分别是对应 Rec 709、DCI-P3 和 BT2020 色彩空间。我用各个色彩模式看了不同类型的影片，自然模式亮度最高，人物肤色会最准确；杜比世界片源用原彩模式效果最好；高色域模式是 DCI-P3 色域，理论上最贴近电影工业的制作标准。H6 Pro 是我用过的第一台支持杜比世界的投影，它内置的播放器和我的 Z9X 播放器都可以识别到杜比世界的片源。识别到杜比世界片源后，它会开启专属的设置选项，其他图像模式会变得不可调节。我找了同一部影片的杜比世界和 HDR 2个版本，杜比世界的效果明显会更好。目前杜比全景声是家庭影院中最高规格的环绕声标准，杜比世界是最高规格的视频标准。一台几千块的投影可以支持杜比世界，同时可以通过 eARC 音频回传杜比全景声，这放在几年前是根本不敢想的。第一 ，H6 Pro 在观看 HDR 片源时，在暗场多的画面会感受到暗部层次不太理想。第二，还是 HDR 片源，感觉亮度的爆发力不够，比如在巨齿鲨开场这种大面积亮色场景下，天空亮度的不够高，会让画面觉得不够通透。但如果片源是杜比世界，整体的观感就会好得多。另外，如果片源是 SDR 的，那在我这块130寸投影墙上也会觉得亮度很够。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HDR 的 EOTF 曲线的调教不是太理想，因为它在 SDR 和杜比世界的表现拔高了我的期待，内心总是希望它能更完美一些。但它作为一台7000多的投影，在 HDR 片源的表现和传统品牌的高端机型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以上就是我对吉米 H6 Pro 的感受。这些感受基于我的房间环境、使用其他投影的经历，甚至我对这台投影本身的期待等等众多因素，所以非常主观，仅供大家参考。如果你对它感兴趣，可以像我曾经买电视那样，拿着游戏机或是播放器到线下店，用自己最熟悉的画面亲自感受一下。很多时候打动我们的不是亮度、色域、芯片分辨率这些指标，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画面，一瞬间就会让我们迷上它。希望国货品牌有一天能做出我们自己核心技术的顶级投影。我是考拉上校，我们下期再见。